咋失恋了要喝酒呢？是什么恋啊？真的是开拍啊！5:05。今天拍的话，我觉得主要讲一下工作太好了，姿势不对呀。比如说这个剪刀，我经常习惯用的刀嘛，这样的一个模型的一个钳子，一根笔，用来做一些记号。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点胶台，502胶啊，或者是一些粘性非常强的胶，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地方，然后用这个里面附带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去进行一个局部小范围的一个装胶。工具的话呢，其实在这个盒子里可以看得到一些雕刻的一个笔，还有就是一些剪刀、一些刻线笔，然后改锥啊，可能还有一些打磨棒和一个模型的一个支架会放在上面。这些用的其实很少，一般用的最多的是这个刻刀。然后就是底下是一些我们加工用的一些锯垫，就是小型的微型锯啊，或者说是打磨用的东西。我有时候会，因为我们会有一台3D 打印机做一些模型啊，它可能是需要一些小型的一些加工啊，可能是改锥啊、钳子啊这些可能都会需要用到。尺子、消光剂，这个是属于我们的必备的另一种。应该叫它超级消光剂，它这个的消光的范围以及它的这个浓度要比这个要更强一些。消光器它的作用呢，其实主要就是将我们的一些牌面，让它表面看起来不那么光滑啊，减去一些折痕的这样的一个干扰。最大的用处其实一般来讲是减小2张牌之间的一个摩擦的力度，可以完成一些效果。比如说我们会用到一些马力非常大的电锯，或者说是一个迷你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电钻。所以其实对一般而言的打磨和锯一些材料的话呢，小型的迷你电钻其实足够了。那就比如说是还有这种磨完的这种电钻啊。接下来是我们在做道具的时候用到的非常非常多，也是种类非常多的一个部分。双面胶，3M 的双面胶是这样的一个黄盒子的一个双面胶，透明胶也是用的非常的多的。但是可能在做道具的时候，我们用到的最多的是这样的泛白的这样的一个隐形的这样的一个胶带，在某些道具里面可能会用到海绵的宽胶带，就是这个东西了，但是用的可能会非常少，所以这个第一卷还没用完，用来粘贴我们的弹力线。无影胶从这边我们打开涂好以后，用这边的UV 灯这是一照，3秒钟之内可以直接固化。2代的话呢，可能在使用的这个感觉和这个便携度上可能会更好一些。还有的胶水就是我们比如说万能胶啊，或者是那边所放的502专门粘牌用的一个这个胶。401相对于我们国产的502的话，我觉得可能粘性更强吧，橡皮筋啊，或者说是像这样的磁铁粘在牌上都可以。这样一袋的话，大概就是500片磁铁。有些产品可能涉及金属，所以我一般会配备这样的一罐喷剂，就是专门防锈用的。还有就是固体胶、魔术蜡经常会用得到。弹力线最近可能是它有更新，所以可能这个线它好像现在改成这样的灰色状了，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得见，它改成这样的灰色状了。魔术蜡一直没有变，但是这个线它改成了一个灰色的弹力引线，所以在做很多的魔术道具的时候，它非常的管用。弹力线用到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排入天花板的胶，我个人觉得这个胶很好用啊，在一些魔术上面是完完全全可以用得到的。塑封的这样的一个仪器，我们需要买一些耗材，可以将我们的这个扑克牌重新进行一个塑封啊，无非就是一个加热台嘛。这个东西可能会在一些魔术中我们会用到牌表面的这个塑封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很重要。紧接着就是我们要做道具的牌盒的一个消耗品。干燥机的话，它很便宜啊，用起来很简单，插2个电池就可以。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的牌啊，比如说是就这个样子，放在这个上面。比如说我经常喷了消光器以后，我需要它很快速的干掉，我才能做其他的事情，我就把它放这边，然后往下一压，它就有很强劲的风就吹出来。包括这样配备这样的一块4面的这样的一个打磨棒。所以大概的话，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基础的工作台，
现在台面上大家所看到的呢，其实已经足够了，不涉及任何电工范围之内的，我们做道具作为基础而言，这个工作台是没问题的。当然，如果要进阶的话，可能还需要一些其他的一些工具啊。所有的一些物品应该足够你使用非常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也足够你制作现在市面上也好，或者你自己所有的想法也好，绝大部分的道具完全可以制作了。